错错错，原创赵少林。一，有一个小姐死了。有一个小姐死了，她在地上，在房间的地上，她像在睡觉。她很漂亮，但是她已经死了。打电话的男人说话有点快，听电话的是警官李亮。这是在中国的北京。这一天是6月9号星期五，时间是上午11点15分。3分钟前，李亮警官的大学同学给他打来一个电话，说给他介绍了一个女朋友。李亮打算明天晚上和她见面。在那儿等着，不要让人进去。李亮警官说完，马上和王明警官一起走出房间，上了汽车。他们要很快到死人的地方去。第一个证人的话。那个地方很不错，像个大公园。那里的房子很大，也很好看。那个小姐是在一个最漂亮的小红楼里死的。中午的天气很热，打电话的男人拿着信在小红楼前边走来走去，看见李亮警官和王明警官的汽车，他马上跑过来。我是打电话的人，他对警官们说，今天上午10点，我来这里给林队队送信。他给李亮警官看他要送的信，信上写的字很漂亮，寄信的人叫陈飞，应该是一个男人的名字。我来的时候，房子的门是开着的，我就说，请问林队队在家吗？没有人说话，也没有人出来，但是我听到房子里有电视的音乐，所以我又说，请问林队队在家吗？还是没有人说话，没有人出来。我想知道为什么房子的门开着，电视也开着，但是没有人出来，就从开着的门往里边看了一下，就看见那个小姐躺在房间的地上。你认识她吗？李亮警官问送信的男人。不认识。我常常给他们送信送礼物，但是我不认识他们。他们？李亮问。是的，他们是孪生姐妹，他们的名字一个叫林双双，一个叫林对对。我看见过他们，但是有意思的是，我不知道他们谁是林双双，谁是林对对。他们2个人长得非常像，他们穿的衣服常常是一样的，头发也一样，他们看起来就像一个人一样。他们的信很多吗？李亮问。很多，这个叫陈飞的先生常常给他们写信送礼物。2个月前，他常常给林双双写信送礼物，现在常常给林对对写信送礼物。李亮和王明走进那个小红楼，他们看见电视开着，有人在电视里高兴地唱着。房子里的东西都很新，很漂亮，也很贵。李亮想，这姐妹2个人一定很有钱。死了的那个小姐躺在一个房间的地上，像在睡觉。她的身体前边有一个杯子，杯子里有一些水。她非常漂亮，可是脸很红。李亮和王明看了，马上就知道，这是因为喝了一种不好的药，那种药叫氰化物。喝了氰化物的人死后脸都很红。李亮还看见那个小姐的衣服上有个东西，他拿起来看了看，是信。信很短，信上写着几个字，我很累，我走了。下面写着名字林双双，还写着时间6月8号。李亮警官看完了房间，拿出一个本子，在本子上写下听到和看到的这些事情。今天是6月9号星期五，上午11点15分，一个送信的男人看见一个小姐在家里死了。这个家里有2个孪生姐妹，姐姐叫林双双，妹妹叫林对对，她们长得非常像，看起来像一个人一样。人们常常不知道她们谁是姐姐双双，谁是妹妹对对。昨天不知道为什么，姐姐双双死了，她死的时候躺在家里的地上，人们找妹妹对对，但是不知道她在哪里。
有个叫陈飞的男人，2个月前常常给姐姐双双写信送礼物，现在喜欢给妹妹对对写信送礼物。姐姐林双双自杀了，是不是因为那个叫陈飞的男人不喜欢自己了？可是因为他们太像了，那个送信的人不知道死的是姐姐双双还是妹妹对对。李亮还在本子上这样写：那个小姐的衣服上有个东西，那是信。信上告诉人们她是自杀的，信上写着的名字是林双双，但是事情不一定真是这样。这个死了的小姐真的是林双双吗？她真的是自杀吗？李亮和王明心里都在想着这样2个很难的问题。3， 2个证人的话。啊，这是怎么了？一个50多岁的女人大叫着跑来。中午的天气很热，她的脸很红。啊，这个女人的脸真红，也像喝了氰化物一样。李亮想，同学给我介绍的那个小姐一定不要像她这样，我不喜欢这样红的脸。李亮这个时候想到了他的新女朋友。那个50多岁的女人是这个家里的保姆，看见死在地上的小姐，老保姆马上大叫起来：对对对对，你怎么了？等一等，你叫她对对，你怎么知道她是对对，不是双双？李亮说：因为这是对对的房间，警官先生。你知道这是谁的杯子吗？李亮拿着那个有一些水的杯子给老保姆看，老保姆看了看那个杯子，马上说：我认识这个水杯，这是对对的。为什么？李亮问。你知道双双和对对的东西都是一样的，他们喜欢买同样的东西，他们的爸爸妈妈也喜欢给他们买同样的东西，这2个水杯就是他们的妈妈给他们买的，所以姐妹2个人都有一个这样的水杯。这2个水杯看起来是一样的，但是双双的水杯这里有一点红，这个水杯这里没有红的东西，所以我知道这是对对的水杯。他知道的事很多。李亮高兴地对王明说：我们应该请他告诉我们一些新的我们不知道的事。老保姆在这个家工作8年了，这个家里的很多事她都知道。这2个孪生姐妹都很漂亮，保姆说，他们的爸爸妈妈很有钱，他们也给这2个孩子很多钱。看，那就是他们的照片。李亮和王明看见照片上有一个50多岁的男人，还有一个40多岁的女人，他们坐在漂亮的小飞机上，很舒服的样子。那个女人非常好看，李明想，这个死了的小姐很像这个女人。2年前他们去外国旅行，他们想看一些外国的新药，那是他们的工作，但是飞机出事了，他们没有回来，所以他们的这个红楼和钱就都是双双和对对的了。你想一想，昨天在这里看见什么了？李亮问老保姆。昨天上午我去买菜，11点我拿着菜来给双双和对对做午饭。我刚走进房子，不知道是双双还是对对跑了出来，对我说：你今天早点走吧，今天不用做午饭了，我们有点事儿，要马上回大学去。等一等，你说你不知道跑出来的是双双还是对对？是的，我不知道，他们2个人太像了，他们长得一样高，一样漂亮，他们都喜欢音乐，喜欢说英文，喜欢看电影，他们还喜欢同样的东西，所以他们的样子一样，衣服一样，头发一样，水杯一样，开的车一样，喜欢吃的菜也一样。还有，他们都非常喜欢那个名字叫陈飞的男人。他们有不一样的地方吗？有一个地方他们有一点不一样。对对喜欢笑，双双不喜欢笑。双双的脸看起来很冷，他的心也很冷。双双常常不高兴，
不高兴的时候，他喜欢啃手指甲。对对不啃手指甲，对对很快乐。双双不啃手指甲的时候，没有人知道他是双双还是对对。对对不笑的时候，没有人知道他是对对还是双双。他们的爸爸妈妈也常常不知道，所以在他们3岁的时候，他们的爸爸妈妈找了律师，留下了他们的指纹。指纹？是的，指纹，在他们的律师那里。请您想一想，李亮又问，昨天中午让你早点走的那个小姐，她对你笑了吗？她啃手指甲了没有？对，她笑了一下，但是很快就不笑了。她笑的样子也有点冷，不像对对的笑。对对笑的样子很好看，所以我想她不是对对。她走进房间的时候，我看见她像要啃手指甲，但是又没有啃，所以我觉得她又不像双双。我现在真不知道她是双双还是对对了。你昨天还看到听到什么了？王明问。刚刚走进房间的时候，我听到他们在争吵。争吵？为什么？李亮问。我不知道他们为什么争吵，但是我想应该是因为那个叫陈飞的男人，他们在争吵的时候说了陈飞的名字。请说说那个陈飞。那个男人看起来不错，老保姆说。我想他有30多岁，好看，客气，快乐，常常告诉我们一些有意思的事。2个月以前，他喜欢双双，是双双的男朋友，常常带双双一起看电影、买东西，还常常给双双写信送礼物。现在不知道为什么他变了，他跟双双远了，跟对对近了，常常带对对去公园、去游泳、去参加同学的 party， 也常常给对对写信送礼物。就是说，现在他跟对对好，不跟双双好了。我知道双双和对对都是第一次爱一个男人，2个人都非常爱陈飞，所以他们应该是因为这个男人争吵。谢谢你告诉我们这些事。王明说。李亮警官又拿出那个本子，在本子上写下刚才听到和看到的事情。这个红楼里有2个很有钱的孪生姐妹，她们有很多一样的地方，都长得很好看，也长得非常像。她们的头发一样，喜欢的东西、穿的衣服、开的车、爱吃的菜也都一样。所以人们常常不知道谁是姐姐林双双，谁是妹妹林对对。在他们3岁的时候，他们的爸爸妈妈留下了他们的指纹，这些指纹现在在律师那里。他们不一样的地方是，姐姐双双的心很冷，常常不高兴，她喜欢啃手指甲。妹妹对对是个快乐的人，她常常对人笑，常常帮别人。2年前，他们的爸爸妈妈死了。今年，这2个孪生姐妹都爱上了一个叫陈飞的男人。2个月前，这个男人是双双的男朋友，现在他变了，他喜欢对对了，现在是对对的男朋友。昨天中午，他们2个人因为这个男人争吵过。李亮在本子上还写了这样的话：我们现在还不知道，昨天也就是6月8号星期四的中午，死了的那个小姐是双双还是对对。说死了的人是对对吧，他为什么在信上写双双的名字？说死了的人是双双吧，他为什么死在对对的房间里？为什么用对对的水杯？还有，他真的是自杀吗？写完这些话，李亮警官对王明警官说：现在我们知道了一些新的事情，但是还有一些问题，还有一些事情我们不知道。我们去双双和对对的大学吧，看看他们的同学知道什么。好吧，王明很快上了汽车。喂，李亮，你见你的新女朋友了吗？她怎么样？在开车的时候，王明笑着问李亮。李亮说：我打算明天晚上和她见面。我能看看她的照片吗？对不起，我没有。她一定很漂亮吧？王明又问。我的大学同学告诉我她很漂亮。
但是我想他的脸一定不会很红。为什么？脸红不好吗？王明问。不好，不知道为什么，现在我看见女人的脸太红，就会想到喝了氰化物的人，想到那个死了的小姐。李亮说。4. 第3个证人的话。李亮警官跟王明警官开车来到双双和对对的大学。那个大学很远，他们开车走了50多分钟。大学很大，有很多房子，有的房子很新，有的房子很老。那些很老的房子非常好看，真想参观参观大学里这些老房子。王明说。是啊，我也很喜欢这些老房子，我觉得老房子比新房子有意思。等结案后我们一起参观吧，现在我们先工作。李亮说。行，王明高兴地说。他们走进一个教室，教室里有一个女老师和20多个外国学生。外国学生在跟老师学中文。女老师告诉李亮警官和王明警官，她的学生都是外国人，双双和对对不是她的学生。中国人不用上她的中文课，但是她知道双双和对对有个好朋友，她的名字叫王美美。王美美不上课的时候最喜欢去图书馆。有个外国同学也说，他刚才看见王美美在图书馆复习英文，准备考试。李亮警官和王明警官在大学的图书馆里找到了王美美。王美美在看英文书。啊，她的脸怎么也这么红？看见王美美，李亮马上觉得自己像得了感冒一样，心里很不舒服。双双和对对都不会自杀。王美美想都没想，就很快地说。为什么？王明问。因为双双非常爱自己，对对非常爱别人，爱大家。李亮想，王美美说得很对，非常爱自己的人不会自杀，非常爱别人，爱大家的人也不会自杀。你认识他们多少年了？李亮问。3年了，我刚上大学就认识了他们。双双和对对的事你一定知道很多，请告诉我们好吗？王明说。双双的心很冷，不爱大家。他对同学和老师都不好，所以他的朋友很少。今年5月的一天中午，几个同学在房间里睡觉，双双跑进来。他刚刚游泳回来，觉得房间里有点热，就马上开了空调，房间里很快就变得非常冷。有3个睡觉的同学得了感冒。双双常常做这样的事，所以同学们都不喜欢他，他的朋友也很少。对对呢？李亮问。对对对人很好，很爱大家，所以他的朋友很多。那天对对看见同学们得了感冒，觉得是双双的错，就开车带得了感冒的同学去看病。对对还帮他们买了药，那些药很贵。对对有自己的汽车？李亮问。是的，对对有自己的汽车，是红的宝马汽车，非常漂亮。双双也有汽车，也是红的宝马。那2辆汽车是他们20岁生日的时候，爸爸妈妈送给他们的生日礼物。你们知道，他们的爸爸妈妈很有钱，所以给他们买了那样贵的车。坐公共汽车来大学很方便，但是他们很少坐公共汽车。他们常常自己开车到大学来。双双的汽车不让同学们坐，对对跟他不一样。对对常常跟同学朋友们一起开车去旅行，晚上一起去看电影买东西，还常常跟大家一起去听音乐。要快一点找到他们的汽车。听到这儿，李亮对王明说。是的，王明说。双双不爱大家，可是她是对对的姐姐，她爱她的妹妹对对吗？李亮问王美美。以前双双爱对对，
因为他们的爸爸妈妈在外国的时候飞机出事了，家里只有双双和对对2个人了。但是2个月前，双双的男朋友陈飞变了，他不再给双双写信送礼物，也不再带双双一起出去看电影买东西了。他跟对对好了，常常带对对一起去公园去游泳，一起参加同学的 party， 还打算一起去旅行。从那个时候开始，双双就不爱对对，开始恨对对了，因为他觉得是因为对对他没有了陈飞，没有了自己爱的男人，是对对对不起他。认识你很高兴，谢谢你告诉我们这些事，再见。李亮客气地说。走出大学的图书馆，李亮拿出本子写了这些话。现在我们知道，双双和对对很不一样。双双是个只爱自己不爱大家的人，所以他的朋友很少。对对跟双双不一样，对对爱别人，常常想着大家，所以他的朋友很多。2个月前，因为陈飞变了，他跟双双远了，跟对对近了，所以双双开始恨对对。李亮还在本子上写了这样的话：双双和对对都很少坐公共汽车，他们都有红的宝马汽车，那是他们20岁生日的时候爸爸妈妈送给他们的生日礼物。现在李亮和王明要找到双双和对对的红宝马汽车。5. 第4个证人的话。在林双双和林对对住的小区里，李亮和王明找到了小区的保安，一个长得很高的男人。李亮和王明看见他的时候，他准备去吃晚饭。李亮客气地说：“先生，对不起，我知道你准备去吃晚饭，可是我们有一些问题，我想你能帮我们。你应该知道一些我们还不知道的事，你先告诉我们，再去吃饭。可以吗？”“可以，我正要去吃饭，可是没关系。”保安说，“晚饭可以晚一点吃，别客气。你们想知道什么事？”“谢谢。”李亮说，“你认识林双双和林对对吗？就是那2个都开红的宝马汽车的小姐。”“啊，我知道她们。”保安说，“那是2个漂亮的小姐，她们是孪生姐妹，长得非常像，穿的衣服和头发都一样，还有他们的汽车都是红的宝马，非常贵的那一种。请看，这辆汽车就是他们的。”保安说。李亮和王明看见在保安后边不远有一辆很新很漂亮的红宝马汽车，双双的车牌号是865，对对的车牌号是866。因为他们2个人长得太像了，大家常常不知道谁是双双谁是对对，所以我们保安就叫他们5号小姐和6号小姐。请你再想一想，这几天你看见5号小姐双双和6号小姐对对了吗？王明问保安。昨天和今天我都没有看见他们，但是7号，也就是星期3上午，我看见5号小姐双双或者6号小姐对对开车出去了。开车出去了？你不知道那个开车出去的人是5号小姐还是6号小姐吗？李亮问。真不知道，我们都知道5号小姐双双的脸很冷，不爱笑，爱啃手指甲；6号小姐对对爱对别人笑，不爱啃手指甲。但是他们不笑不啃手指甲的时候，我们不知道谁是双双谁是对对。保安笑着说。7号上午，我先看见5号小姐双双或者6号小姐对对从房子里走出来，天很热，她穿着红衣服，很短很好看。她没有看我啃着手指甲走到865号车前，我想她应该是5号小姐双双。可是她在865号车上坐了一会儿，又下来回到房子里，5分钟后她又啃着手指甲走出来。这次她走到866号车前，开着866号车走了。她的车开到我前边的时候，她从车里对我笑了一下。你们知道5号小姐双双没有跟我们保安笑过，6号小姐对对没有啃过手指甲，所以我真的不知道开866号车出去的小姐是双双还是对对。
谢谢你，快去吃晚饭吧。李亮对长得很高的保安说。李亮又拿出本子，在本子上写了这样的话：6月7号上午，双双或者对对开着对对的866号车从家里走了。现在我们要知道开车走的小姐是双双还是对对。那天她到哪儿去了？我们应该去机场看看。王明对李亮说。他们开车很快到了机场。6. 第5个证人的话。李亮以前就认识机场的一个警官，他是李亮大学同学的哥哥。好久不见，你看起来不错啊，身体好吧？李亮笑着说。看见弟弟的同学李亮来了，机场的警官很高兴。他帮李亮和王明从很多客人的名字里找到了林对对。现在他们知道林对对是6月7号上午坐飞机去上海的。在机场，他们还找到了林对对的866号红宝马汽车。机场有很多汽车，那里的汽车保安都很忙。你好，我们能不能问你几个问题？可以，有什么问题你请说。一个保安很客气地说。这辆红宝马汽车是什么时候开到这儿的？开车的人是什么样子的？请你等一下，让我想一想。我想起来了，开这辆汽车的是一个小姐，她穿着很短的红衣服，长得很漂亮，像是个大学生。她是在6月7号上午10点钟开车到机场来的。李亮问：你看见那个小姐的时候，她在做什么？你看见她啃手指甲了吗？她笑了吗？汽车保安说：那小姐从车上下来的时候，我看见她啃着手指甲，我没有看见那个小姐笑。谢谢你，王明笑着很客气地说。不客气，机场的汽车保安也笑着说。问完了保安，李亮拿出本子来，写了下面这些话。现在我们已经知道，6月7号上午10点钟，一个小姐开着866号汽车来到机场，坐飞机去了上海。在坐飞机的客人的名字里，这个小姐写的名字是林对对，不是林双双。但是林对对家小区的那个长得很高的保安和机场的保安都看见她啃手指甲，可是林对对不喜欢啃手指甲。那天坐飞机去上海的小姐真的是林对对吗？我们应该马上到上海去，李亮对王明说。不是，你应该马上到上海去。我应该马上去律师那里找那些指纹。我还要知道那个叫陈飞的男人是谁，王明说。7. 第6个证人的话。6月10号上午，李亮走进上海的锦江饭店。先生你好，一个女服务员对他说。那个女服务员脸红红的，李亮看见了就在心里大叫：这是怎么了？为什么我看见的女人脸都这么红？在饭店的客人的名字里，李亮看到有一个是林对对，她的房间是609号。红脸女服务员告诉李亮，10分钟前这个房间的小姐刚走，她说要坐飞机回北京。请你说说，这个小姐什么时候来饭店的？她来以后做过什么事，说过什么话？李亮对服务员说。这个小姐真有意思，女服务员慢慢地说。7号中午，她啃着手指甲来到锦江饭店，给了钱，我带她走进房间，她喝了一杯水，几分钟后，她就啃着手指甲走出去了。到昨天上午她才回来，回来的时候她还是啃着手指甲。你是说这个房间她给了3天的钱，可是从7号中午到现在，她在饭店只住了昨天1个晚上。7号、8号和昨天上午一共40多个小时，她都不在饭店里。7号晚上和8号晚上也不住这儿，对吗？李亮问。对，
是这样。昨天上午他回来的时候好像很累的样子，他回房间以后就没有出来过，我也没有看见他出来吃饭。我想他那么长时间一定都在睡觉。10几分钟以前他拿着东西出来了，他说要坐飞机回北京。我不懂，他为什么在这么贵的饭店开了3天房间，可是只住了1个晚上？还有他来的时候和出去的时候都在啃手指甲，真是个有意思的小姐。他在饭店的时候，你看见他笑过吗？李亮又问。没有，他没有笑过，我只看见他啃手指甲。服务员说完，带着李亮走进锦江饭店609号房间。在房间里，李亮找到了那个小姐的指纹。坐飞机回北京以前，李亮又拿出他的本子，在本子上写了下面这些话。上海锦江饭店女服务员说，一个小姐用林对对的名字开了3天房间，可是只住了9号1个晚上。那个小姐常常啃手指甲，没有笑过。10几分钟前，那个小姐刚走，她说要坐飞机回北京。她真的是妹妹林对对吗？她很像姐姐林双双。爸，错在哪里？今天是6月10号。下午，李亮警官和王明警官又开车去了那个像大公园一样的漂亮小区。昨天，也就是6月9号上午，一个送信的男人在这里看见小区里那个最漂亮的红楼里有个漂亮的小姐死了。李亮警官和王明警官来到红楼前，在那里等着。他们知道现在已经到了结案的时候了。半个小时后，一辆很新的红宝马汽车开到红楼前，一个漂亮的小姐走下汽车，她穿着红的短衣服，很好看。她刚刚打开房子的门，李亮马上问：“是林双双吧？”“是啊。”那小姐说，但是她的脸马上红了，很快又说：“不，我不是林双双，我叫林对对。你是谁？”李亮拿出警官证对他说：“林双双，我们是警察，我们已经知道你用氰化物杀死了你的妹妹林对对。”“不，这不是真的，我就是林对对，我没有杀人。我6月7号就到上海旅行去了，我在上海一共住了3天，住在锦江饭店，现在刚刚回北京。”那个小姐大叫着说。“真是这样的吗？”李亮也大叫着问。“真是这样，我坐飞机去上海，机场的人知道，上海锦江饭店的服务员也知道，你们可以去问他们。林双双，你真是个脸冷心也冷的女人。”李亮说：“让我告诉你吧，你听着，有个骗子想拿走你和你妹妹林对对的钱，这个骗子就是陈飞。他以前喜欢你，跟你好，常常给你写信送礼物，带你一起看电影买东西。2个月前他变了，他跟你远了，跟你妹妹对对近了。他给对对写信送礼物，带对对去公园去游泳，还和对对一起参加同学的 party。 这样你就觉得是因为你妹妹对对，你没有了男朋友，没有了爱你的人，所以你恨对对，要杀死对对，让陈飞再爱你。可是你觉得陈飞现在爱的人是对对，不是你，你就想杀死对对，以后告诉别人你就是对对，你觉得这样陈飞就会再爱你。”那个小姐说：“不，你说的都不是真的。这几天我去上海了，怎么会杀人呢？”李亮说：“不错，6月7号上午，你用你妹妹林对对的名字坐飞机去了上海，你想让别人觉得你是对对，所以那天你开着对对的866号汽车去机场，在小区还像对对一样跟保安笑了一下。6月7号中午，你到了上海，你啃着手指甲，在很贵的锦江饭店开了房间，你给了钱，但是没有在饭店住，就马上出来了。你坐火车回到了北京。”李亮说到这里，那个小姐的脸开始变白了。李亮说：“
6月8号上午，你回到了家，你跟队队说，陈飞是我的，还给我。你还告诉队队，他不还给你陈飞，你就要杀死他。但是队队不听你的话，他和你争吵起来。你家的老保姆来做午饭，他看见你和队队都在家，于对保姆说，你今天早点走吧，我们有点事儿，要马上回大学去，今天不用做午饭了。因为你想要让别人觉得你是队队，所以你又像队队那样对老保姆笑了一下。可是因为你的心很冷，你恨队队，所以你的笑不像队队。你想啃手指甲，但是想到要让别人觉得你是队队，就没有啃。那个小姐说，你怎么知道一定是我杀了人呢？李亮说，老保姆走了，在队队看不见的时候，你拿出氰化物放到他的杯子里。那个小姐说，氰化物，我不知道那是什么东西。李亮说，看，这就是那个有氰化物的瓶子，瓶子上有你林双双的指纹。我们是在你的汽车里找到这个瓶子的。李亮拿出一个小瓶子，那个小姐看了看，啊了一下，不说话了。李亮又说，队队喝了一点水，很快就死了。你马上写了信，信上说，我很累，我走了。你还写上了林双双的名字，放到队队的衣服上。你觉得大家看见信应该想，死的人是林双双，林双双是自杀的，这样别人觉得你是队队，陈飞就爱你了。但是你不知道，在写着林双双名字的信上有你的指纹。说到这里，李亮拿出自己带的杯子，喝了一点水以后，他又说，6月8号晚上，你又坐火车去上海。6月9号，也就是昨天上午，你回到了锦江饭店。这几天你累了，昨天在锦江饭店睡了一个下午和一个晚上，今天上午从上海坐飞机回北京，现在刚刚到家。你7号坐飞机去上海，在锦江饭店给了3天的钱，今天又坐飞机从上海回来。你这样做是想让别人觉得这3天你都在上海玩，所以你妹妹不是你杀的。可是你错了，你说你是队队，不是双双。但是我在锦江饭店的房间里找到了一些指纹，那些指纹和律师那里的林双双的指纹是一样的。那个小姐的脸又红了，她大叫着说，是的，是我杀死了队队，我恨他，因为他我没有了男朋友，没有了爱，但是我爱陈飞。林双双啊，林双双，陈飞真的是个骗子。看，这是他的照片。李亮拿出了陈飞的照片。他不叫陈飞，以前他的名字叫谢丽。今年2月，他认识了一个有钱的小姐，那个小姐爱上了他，他很快拿走了他爸爸的钱，他爸爸没有钱了，那个小姐也自杀了，所以警察都在找他。现在陈飞又想拿走你们的钱，你做了陈飞想做的事，你杀死了队队，这样那些钱和房子就都是你一个人的了，你知道吗？他很快就会跟你要钱了。不是这样的，我知道陈飞不是骗子，他是个好男人，他没有跟我要过钱。林双双还是红着脸大叫着说。这时候有电话来了，队队吗？我是陈飞，你好吗？我很想你。我告诉你一件事，我妈妈病了，病得很重，我明天要坐飞机去看她，请你帮帮我，借给我10万块钱，我很快就还给你，好吗？林双双拿着电话，脸变得很红很红。看到林双双的脸变红了，李亮想，啊，她怎么也像喝了氰化物一样呢？林双双没有说什么，放下了电话。你看，陈飞开始跟你要钱了，现在你知道他是骗子了吧？但是没关系，
几分钟后，他就会坐进警察的汽车。现在，请你也上我们的汽车吧，5号小姐林双双。李亮说完，带着林双双上了汽车。9，这个小姐脸不红。今天是6月10号，星期六晚上，李亮警官换了新衣服，看起来很酷。大学同学给他介绍了一个女朋友，2天了，李亮还没有见过她呢。那2个孪生姐妹的事很快要结案了。现在他有时间跟女朋友见面了。同学还说他的新女朋友很漂亮。现在李亮非常高兴，他唱着他喜欢唱的等着我吧朋友走了出去。公园不太远，不用开汽车，他走了10多分钟就到了。李亮刚到公园，还没有找地方坐下，一个漂亮的小姐也走了进来。那个小姐高高的，头发很短，穿着白衣服，样子很好看。李亮很快地走过去，笑着说：你好，我是李亮。那个小姐也笑了笑说：你好，李亮。李亮看着那个小姐的脸，很高兴。她的脸很漂亮，但不是红红的。